內銀咧，我哋首先咧就要了解咧，而家內銀面對乜嘢嘅情況啦嚇個行業啊。咁啊，第一我哋講個資產端啦。嗱，資產端咧呢一個咧就係2024年佢嗰個貸款利率啊，你會見到啦，貸款利率咧係向下嘅啊，即係向下，而且咧差唔多段段都係向下啦嚇。即係無論你係個人住房。無論你係一般貸款、企業貸款、票據融資嗱，全部都向下。不過咧，你跌到某個上下咧，嗱好多時我哋係睇個邊際啦，即係個邊際咧就係嗰個跌幅咧係收窄嘅，因為你跌咗咁耐啦，咁跌極，即係雖然都繼續跌，咁但係個邊際個跌幅咧係事實係收窄咗啊。咁呢一個圖咧講啲分享啲實際嘅數字啦。呢個係截至2024年9月底啊，咁咧就個發放利率係3.67%，即係平均個發放利率啦，係3.67%。咁比年初咧就跌咗16個點子啊，16個點子。呢係講緊整體嘅平均啦。咁其中按揭貸款利率咧，咁因為咧係之前取消咗嗰個利率下限啊嘛，咁所以就跌多啲，就跌咗66個點子，咁啊去到3.31%。咁啊，企業貸款利率咧就跌咗24個點子，去到3.51%。啊，咁啊，融資票據嗰啲利率咧都跌咗12個點子，去到1.35%。嗱，咁咧呢一個想講咧就係新增貸款利率咧已經跌到咧好多好嘅消息就係個邊際跌幅係收窄㗎。咁啊，事實上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啊，即係內地。其實好多地方嗰啲首套房嘅房貸利率咧，其實係調轉上升咗，包括浙江省啊、江蘇省啊、廣州啊、佛山啊、廈門啊、長沙啊呢啲咧，好多呢啲城市咧，佢已經係上調咗首套利率同埋二套房，即係第一套房同埋第二套房嘅利率下限咧，都即係個最低個利率咧。都上調咗去到3.1% 啦，即係話你再新批嘅貸款咧，唔可以低過3.1%。之前好似已經跌穿3㗎，咁而家咧就已經發覺唔得啦，唔可以再咁跌法啦，咁都回升咗嚇。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方面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講緊之前市場都關心嘅啲房地產啲地產商，究竟佢個風險係點咧？嗱，咁呢度咧睇到啦，佢個風險暴露嘅高峰期咧，亦都已經過去啦。咁你會睇到啦，由2018年開始啦，信用違約嘅一啲房企嘅數量咧係一路升，講緊由2018年開始一路升喎。咁啊，2018一路升到嗱見頂就2022年啦。2022年咧係達到個高峰啊，違約嘅高峰。咁但係咧之後你見到2023年啦，就已經向下啦，即係已經咧見頂回落啦，即係大幅回落添。你見到如果你比較翻嗰條線嘅話，大幅回落啦。咁喺呢個呢一個就係個數目啊。咁隔咗右邊嗰個咧就係嗰個債券嘅規模，違約嘅規模。嗱，以一個銀碼金額去睇嘅話咧，去到22年亦都係見頂啦。咁跟住2023年就已經係跌咗少少，跟住咧2024年因為個數據去到8月份啦，咁應該2024年咧會繼續減少噶。咁即係話好嘅方面就係房地產企業嘅信用風險高峰期已經過咗啦，即係差唔多應該都進入尾聲噶啦。即係咁啊，第三咧我又褪一個。PowerPoint 啦。第三就係個淨息差嗱，淨息差咧同頭先嗰個貸款利率咧好相似啊，都係向下嘅。淨息差大家睇到啦，個淨息差都係一路咁向下，一季二季咁樣一路向下啦。不過去到呢一個2024年嘅第三季啦，平均個淨息差已經跌到1.57啦，1.57啦，即係已經好低啊。其實都低得好緊要㗎啦。咁啊，如果我哋分國有銀行啦，國有銀行嘅淨息差就1.5啦，
股份制銀行嘅淨息差就 1.7 啦。城商行啊，即係包括城市銀行啊、農商行啊嘅淨息差就 1.46。咁你見到咧，唔係城商行啊、城市銀行嘅淨息差就 1.46，而農商行咧嘅淨息差咧就 1.68。你會見到咧，國有銀行嗰個淨息差係最低嘅喎，唔係城市銀行個淨息差係最低，跟住就國有銀行，跟住咧就係農商行，反而股份制銀行咧個淨息差係比較高啊。股份制銀行即係招行啊、平安銀行呢啲叫股份制銀行係比較好噶，所以招行陣間會講招行啊。咁呢度咧就係講我睇下先淨息差，講完淨息差啦。咁講淨息差比較高嘅有啲咩銀行咧淨息差比較高嘅上市銀行包括 A 股嘅常熟銀行，佢有 2.75% 嘅喎。呢間常熟銀行咧都係一間唔錯嘅銀行2.75% 嘅淨息差。招商銀行咧有 1.99% 喎，即係都排喺好高位嘅喎。招商銀行嘅淨息差係好唔錯，有 1.99%。平安銀行咧 A 股嘅平安銀行有 1.93%。咁郵儲銀行啦，即係香港都有啦，1658啦，郵儲銀行佢都係國有銀行啦，就 1.89%。咁仲有 A 股嘅長沙銀行 1.87%。呢啲係叫做淨息差比較好啊，即係業接近 2.0 就比較好啦。你 1.5 嗰啲咧真係好低啊，好低。OK， 咁另外咧就有中間收入啦，即係你淨息差就係講緊淨利息收入啊嘛，就因着嗰個淨息差向下，咁都係麻麻地啦。咁中間收入點啊？即係賺嗰個手續費啊、佣金啊呢啲唔需要消耗你嗰個本金嘅。咁即係賺個手續費啊、佣金呢啲啦。中間收入個跌幅咧就收窄咗啊！即係根據呢個統計，跌幅收窄咗。咁2024年嘅前3季咧，上市銀行嗰個手續費同埋佣金收入咧，就係同比跌咗 10.75%， 但係咧係跌幅係收窄啊，即係同上半年比係收窄咗 1.28% 嘅。咁點解內銀喺2024年頭嗰3季佢嗰個手續費同埋佣金收入會跌咧？呢個會牽涉到同個保險有關啊。保險如果我都有分享喺保險嘅分析文章嗰度啦。喺2024年發生一件事咧，就係叫做銀保渠道步行合一政策。銀保渠道嘅步行合一政策，內地好中意講一個叫做步行合一。步行合一咩意思啊？步咧就即係話內地好多啲保險產品咧，你係要上報去申請批准之後，你先至可以推出市面銷售嘅。咁即係你有啲產品說明書又好，即係介紹你個產品啊。咁你有啲數字啊。呢啲你報上去咧就俾佢批嘅。咁批咗之後咧，咁你就可以賣啦。咁以前咧點解依家講步行合一咧？就因為以前咧佢就報上去一套，執行就另一套。即係好簡單啦。即係香港買樓都係啊。譬如你一層樓1000萬咁樣，你表面上係1000萬啫喎，但係咧佢有時咧佢可能俾2成佣金你嘅喎。咁2成佣金咧，嗰個表面上你個樓價係1000萬，但係實際因為咧佢俾咗2成佣你咧，其實係800萬嘅。呢個就叫做步行不合一啊。步行不合一嘅例子就係好似咁樣啦。即係就係我呢層樓賣出去1000萬啊。咁報紙成交見到1000萬，但係其實佢回佣咗2成啊。佢回佣咗200萬啊。其實嗰層樓可能真正去收只係收到800萬嘅啫。咁呢個叫做步行不合一。咁你內地呢啲保險產品嘅銷售亦都有呢個問題啊。就報上去一套好克制啊。我對佣金支出啊咩啊樣費用支出好克制嘅。咁報上去，咁佢見到咁好啊，OK 我批你啦。點知批咗之後佢真正攞出去賣咧，呢度又回佣，嗰度又回贈，咁即係呢個就叫做步行不合一，咁係唔好啊。即係變咗惡性競爭啊。即係好多時一個行業佢雖然受到規管，但係咧就上有
上有對策，下有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啊嘛。佢實際執行咧就偷偷地台底咧就係回水俾人，咁即係變咗對間公司係唔好啊！即係你咁樣即係惡性競爭啊！嗱，咁暴行合一咧就係堵塞咗、阻止咗呢啲惡性競爭嘅行為，但係呢個係講對壽險業係好喎，對壽險業咧就減少咗惡性競爭嘅行為，但係對於銀行業就唔好嘅，因為銀行業咧以前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在上嘅地位啊嘛。嗱，你要求我幫你買啊嘛，咁你就要俾多啲佣金啦，咁樣係咪？咁以前咧銀行咧個位置係高過保險公司嘅，咁但係暴行合一咧就管制咗呢個行為啦，即係話嗱，你報上去，因為你報得多啲銷售費用、佣金費用咧，你係唔俾人哋會唔批你噶嘛。咁你報上去梗係好節制啦，我好守規矩啊，好節制啊，唔好惡性競爭啊。但至弊你而家報上去咧，你執行你一定要跟你報上去嗰套嚟執行啊嘛。咁即係咧變相係想講咩咧？就影響咗銀行呢啲內地銀行，佢喺代銷保險產品嘅佣金收入就會下跌啊，就跌咗好多啊，因為咧冇咁好賺啦，冇咁好賺啦。咁呢個咧就係佣金下跌，呢個手續費啊、佣金收入下跌嘅主要原因啊。我講緊2024年啦，就係受到呢個銀保渠道嘅暴行合一政策啊，呢個係對內地銀行不利，但係對內地壽險公司係有利嘅嚇。OK， 咁如果我哋睇啦嚇，國有銀行個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就跌咗8.9%，股份制銀行就跌咗14.37%，城商行就跌咗10.7%，農商行就跌咗4.62%。依家係講緊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啊，咁咧就係都跌咗好多啊。跟住咧就講完手續費就投資收益。嗱，如果你睇內地銀行嗰個財務報表啊，喺收入嗰邊咧，其實主要有3嚿嘅，一嚿就當然係淨利息收入啦。嗱，咁非利息收入當中咧，其實係分開2嚿㗎。非利息收入其實係有2嚿，一個就係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另一個就係投資收益啊，即係投資收益。因為內地銀行咧，佢都有叫做財資業務嘅，即係佢都有利用佢啲多餘出嚟嘅資金咧，咁佢愛嚟做一啲嘅投資嘅嚇，有啲投資。嗱，咁你會見到佢個投資收益咧係都 OK 嘅喎。而事實上咧，2024年頭嗰3季上市銀行嗰個投資收益咧係有增長啊，係增長咗23.89%嘅。主要係受惠乜嘢咧？主要係受惠咧，大家知道2024年咧，其實內地嗰個債券嗰個收益率咧係大跌啊，而且係急速咁下跌。調轉就係咩啦？債券嘅收益率下跌係代表債券嘅價格上升啊。咁即係話，如果你銀行佢之前買咗一啲國債嘅，咁啲國債升咗好多啊。咁所以咧，啲內地銀行佢喺呢一個投資收益，尤其是投資債券嘅收益咧，係賺好多錢㗎。咁有統計就國有銀行嘅投資收益係增長咗13%，股份制銀行嘅投資收益就增長咗33.5%，城商行嘅投資收益就增長咗21.43%，農商行嘅投資收益係大增76.45%。嗱，OK， 不良貸款比率啦，不良貸款比率咧大致係平穩嘅嚇，大致係平穩。嗱，如果我哋睇2024年第3季上市銀行整體嘅不良率咧，係環比係持平嘅，即係話第三季同第2季係冇乜變動啊，即係平均計就1.25% 啦，即係不良貸款比率。但係其中國有銀行嘅不良貸款比率咧係環比上升咗一個點子喎，去到 1.29 嚇，去到 1.29。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同埋農商行嘅不良貸款比率咧，都係平均啊，即係當然唔係間會有啲差別，但係平均計咧就差唔多係持平嘅。股份制銀行就 1.22，城市銀行就 1.03，農商行咧就 1.01， 即係講緊不良貸款比率啦嚇。咁咧你會見到咧，大致都已經係平穩㗎啦，即係企穩咗啦。
咁下一個咧就講個貸款增長啦。嗱，貸款增長咧好明顯就放緩㗎，你見到佢係喺0% 以上，即係話貸款仍然有增長，不過咧嗰條線向下嘅意思，即係話佢個貸款增長咧係放緩咗㗎。咁如果你根據統計咧，2024年頭嗰3季，上市銀行個貸款總額同比增長 8.13%， 而如果我哋睇上半年係點啊？上半年係增長 8.96% 嘅，咁即係話個增幅係跌咗啊，增速係放緩咗啊。咁原因就大家知內地經濟的確係放緩咗啦。咁你經濟冇咁好咧，個信貸需求咧就會下降啊。有時唔係話你銀行肯唔肯借嘅問題，係啲人同埋啲個人啲個人又好，啲公司又好，佢個貸款意欲有冇佢想唔想借錢啊？佢都唔想借錢，咁你貸款增長梗係慢啦。你睇下內地嗰啲人都唔買樓啦，係咪？咁你按揭貸款增長咪梗係會弱啦。呢個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如果我哋分開國有銀行嘅貸款增長咧，就係9.02%。股份制銀行嘅貸款增長咧係4.38%，城商行嘅貸款增長咧就12.46%，農商行嘅貸款增長咧就6.43%。嗱，好明顯咧，城市銀行個增速係比較高嘅，因為城市銀行，譬如你喺一個浙江省嘅，譬如寧波銀行成都銀行啊，即係你喺嗰個城市比較經濟比較好嘅，咁佢嘅增長就會快啲咯。嗱，普遍咧農商行咧係比較低啊，農商行但係更加低咧係叫做股份制銀行。股份制銀行咧就係佢又係一個全國性嘅銀行，但係佢又唔係國有銀行喎。即係國有銀行即係中行啊、工行啊、建行啊、農行啊、郵儲銀行啊，呢啲叫國有銀行啦嚇。咁股份制銀行咧即係招商銀行，即係佢係全國性嘅，但係咧佢又唔係屬於國有銀行嘅。咁呢啲銀行咧個增長比較低啊。即係差唔多係最低嘅，貸款增長最低嘅。OK， 咁咧就係如果我哋睇2024年頭3季增長比較快嘅銀行有乜嘢啊？成都銀行就增長咗 22.2%， 寧波銀行就增長咗 19.6%， 江蘇銀行就增長 17%。你會見到呢啲銀行，呢啲城市銀行咧增速係比較高嘅。咁而佢都係一啲比較經濟發達、相對比較發達嘅城市嘅銀行喎，成都啊、寧波啊、江蘇啊呢啲啦嚇。OK， 咁咧就係講完內地銀行一個行業嘅情況啦。